有缘人透露个天机给你，金钱其实是一种能量载体，其流动会产生不同的能量场。今天这个影片，我将告诉你如何让金钱主动来找你。老话说，人追钱跑断腿，钱追人8条腿。如果你掌握了以下这些技巧，四面八方的金钱便会源源不断流向你。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赚不到钱，或者存不住钱。其实金钱在我们这个物质维度是一种磁场的表现，而磁场的本质就是频率的振动，频率越高，磁场越强，也就越吸引金钱。所以金钱作为一种磁场是需要流动的，它有属于自己的运行法则。希望每天给自己增加进账势能。评论区留言，我比我想象的还有钱，提升一下财富频率。众所周知，金钱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为钱财劳碌奔波，即便历经艰辛，却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的财富状态。因此，很多人直接将痛苦归咎于贫穷。我们常有这样的感受，越是渴望赚钱，却越难以得偿所愿。但有时候无意间的举动却能带来意外的收获，这究竟是为何呢？其实金钱与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，它们的本质都贴近于世界的本源。水无常形，无论置于何处，都能融入其中，滋养万物。它流向最干涸的地方，滋养草木，达到无我的境界。金钱亦如此，具备以下3种特性。1. 流动性。金钱如流水，从一处流向另一处，从一人之手转至另一人之手，它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主人。只有在流动中，金钱才具有价值。静止的金钱与停止的水一样，毫无价值可言。2. 利他性。水滋养生命，金钱则承载着助人的使命，它流向真正需要它的人，时刻待命，总能被最懂它、最需要它的人所发现。3. 创造性。水孕育万物，金钱亦能创造万物。世间的高楼大厦、科技成就等有形之物，皆是金钱的杰作。同时，金钱也能创造无形之物，如幸福、快乐、满足、地位、权利，当然也包括算计、痛苦、争斗、厮杀、毁灭等。掌握金钱的这3种特性，赚钱将变得轻而易举。然而，真正领悟这一道理的人并不多。挑水虽辛苦，但所得有限。更有效的方法是让水自然流向你。金钱也是如此，它并非赚来之物，而是你为他人解决问题后自然获得的回报。你能帮助多少人，就有多少人愿意给你钱；你能解决多大的问题，就能获得多少财富。那些只关注自己，一心只想赚钱的人，往往难以成功，因为他们只看见金钱，
却未思考如何为他人创造价值。这如同挑水之人只看见水，却未思考如何让水流向自己。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金钱是一种能量载体，其流动会产生不同的能量场，能量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。当你处于能量低谷时，要格外警惕，因为外界的诱惑可能会以物质的形式出现，如疯狂消费、奢华服饰、美食等，它们构建了一个虚幻的能量场，吸引你陷入其中。一旦你陷入这个漩涡，为了维持这种快乐，你需要不断消费，甚至进行更大额的消费，因为小刺激已无法带来快乐，兴奋阈值已被拉高。这也是我们如今为何不如从前快乐的原因。当一个人处于能量低迷期时，需要的不是拉升能量，而是休息。万物皆有其时，春去秋来，太阳亦会落山。汽车行驶久了需要保养，人生亦是如此。能量低时便是你需要保养的时候，是心灵出了问题，无法再将能量重新输出。此时你需要静下心来保养心灵，清理心中的杂念，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了你处理金钱的方式。当你只关注账户数字时，它很容易左右你的情绪。你应该关注的不是财富的多少，而是你如何看待金钱，如何对待自己。只有提升自己的能量状态，你才能吸引更高能量的财富。你对金钱的理解将决定金钱如何与你相遇。因此，与金钱相处便是与自己相处。只有真正理解自己，才能领悟财富的真谛。你的心将决定金钱的流向。请真诚地提升内心能量，你便能成为掌控生活的舵手。那么，你知道你的财富是怎么通过你的内在意识能量显化的吗？把这个底层逻辑搞清楚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更快更多地增加财富。我可能是全网第一个能够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人。接下来的影片有点长，但是绝对能够让你一生受益，所以请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我们现在生活在三维世界里，三维世界里有各种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、大自然商品。我们大脑里的认知也是在三维世界形成的。生活中如果出现了问题，一直都习惯用三维世界形成的认知来解决。就像蚂蚁生活在二维世界里，它爬过一个台阶需要很长时间，花很大力气，而三维世界的人类只要轻轻地把它拿过来，放在台阶上就完成了。这个小例子说明一个道理，用高维空间的高维智慧，能够很轻松地就解决低维空间的问题。同样的，你在三维世界去抓取财富，对你来说很困难，很挣扎。但是如果你拔高一个维度，进入四维世界，就变得很简单了。四维世界是什么？四维世界其实就是正弦能量波构成的微观世界。三维世界存在的一切
都是四维世界的能量波同频共振干涉成像形成的，包括财富。佛陀是人类最早看透这个真相的，所以他说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三维世界本来就是空的，只有能量波，能量波同频共振干涉成像形成基本粒子，基本粒子组成显化成物质，这就是色。物质消失了，就变成空的能量波了。也就是说，财富的本质就是财富的能量波同频共振干涉成像形成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财富的能量波来自于哪里呢？有两组，一组来自于你的内在意识，另一组来自你的外部空间。两种能量波相与干涉成像，财富就显化了。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必须在内在意识中生成关于财富的能量波，而且这个能量波必须很持久、很强大。你释放出去，它会自动匹配外部空间的相同能量波，并显化成像。有一点很重要，人只能显化自己内在已经拥有的，不能显化你内在不存在的。所以我们需要给自己的意识植入正确的认知思维习惯，帮助内在意识能量成长和强大。你要知道，你是本自具足的，也就是说，你本来什么都有，包括财富。你的大脑一念之间就可以生成任何东西的能量波和基本粒子，它们本来就存在，你本质具足，所以不需要向外索取。你唯一的需求就是付出、奉献、慷慨、爱、给予、利他，而这些是你能够生产出来的最强大的能量波。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儿，你产生的每一个念头，都是培养你财富能量波的机会。然而，大部分人都用三维世界的认知活颠倒了，以为只有抓取才能得到，实际上是单方面无条件的付出、给予、奉献、释放同频能量波才能显化得到。只有少数人看到了世界的真相，不再颠倒梦想，所以创造了各种奇迹。如果你持久的、专注的聚焦在培养你的财富能量波，那么它会自动地在外部空间找到匹配同频能量波，干涉成像，显化财富。你去观察一下那些真正的白手起家，靠打拼出来的有钱人，都是长年累月的专注聚焦培养自己的财富能量波，他们的财富意识、能量状态一直在线，非常聚焦，非常强大。记住，你要相信你的内在本自具足，不增不减。你要相信你的外部空间空不异色，可以无中生有。如果你能真正读懂我上面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人生中，你一定会以一个神圣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念头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件事儿、每一个人，尽量做完美，因为他们是构成你财富能量波的全部。一切外部财富的显化
都是内在财富意识能量的投射渲染。你的内在不行，内在工程没有建设好，内在财富意识能量很弱，再好的外部条件，任何商业模式、策略都没有用。现在请你做一件事情，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财富能量波，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视频而从此改变。钱在哪里？在人的心里。钱是什么？一种能量流动。你健康，你就赚到了能量；你快乐，你就赚到了能量；你分享，你就赚到了能量。这些能量都携带了财富密码。你去聚集让你舒服的能量，你去聚集让你有生命力的能量，你去聚集让你有成就感的能量。在账户里的钱是一串数字，在欠债里的钱是一种负面情绪，藏在你心里的平静、喜悦、丰盈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。你携带这些能量与人交往，用心做事，用爱成全别人，带着这股力量去赚钱，钱就自然而然地来了。一个心态稳定的人，心态随和，不急躁，也不焦虑，总是可以赚到别人意想不到的钱。因为他的能量频率稳定，他懂得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工作，他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也知道如何实现它。他不会被外界的诱惑所迷惑，也不会为金钱而迷失自我。他有他独特的节奏，他懂得何时该暂停，何时要加速，他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一些东西，什么时候需要坚持不懈。这种磁场特别容易吸引好人、好事、好运都来追随他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内核稳定的人，他的能量总是可以给他带来复利。比如说，大多数人做事做完也得到 B， 这件事就结束了，继续做 A， 然后得到 B， 只要不做 A， 就得不到 B。 而内核稳定的人做完 A 得到 B， 而 B 呢，在 A 那里得到巨大的情绪价值，会为 A 带来 C，C 带来 D。 它的能量是流动的，流动到哪里就吸引哪里的财富回报给他。稳定的能量频率可以给你的带来巨大的复利。你自信，就为你吸引自信的能量；你快乐，就为你吸引快乐的能量；你健康，就为你吸引健康的能量；你富足，就为你吸引富足的能量。一个人迎来财富爆发的时候，日常积累的能量没有一点是被浪费的，他们会流向所有你不知道的地方，为你铺平一条充满福报的路，让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幸福和满足。每一种正能量都携带了财富密码，如果你能很好地理解它，你就明白了，钱不是辛辛苦苦赚来的，而是你的能量为你吸引来的。有人看重你的善良，有人看重你的慈悲，有人看重你的自信，有人看重你的快乐，而这些能量又有复利的技能。
你能量越高，你显化的财富就越多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好像财富躲着自己，它躲的不是你，是你身上的负面东西，比如抱怨、焦虑、恐惧、怀疑，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越来越贫穷。它们像一个黑洞一样吸收着我们的能量，让我们的能量无法流动起来。你得明白一个逻辑，不是你赚到了钱你才开心，你才乐观，你才积极，而是你开心，你乐观，你积极向上时，你才能吸引财富来到你的生活里。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压力得不到没关系的，你已经尽力了就好了。抓不住的东西你就让它先走，你把你生活里那些垃圾情绪先打扫一下，给自己一个干干净净的心，心里没有杂念了，没有什么消耗你的情绪，你的精力才能全部放在你想要去做的事上，到时候你的魅力才出现，你的吸引力才强大。你知道的一块磁铁，它被泥包裹着就是一块泥，只有把泥打碎，清扫干净，它才能吸引到另一块磁铁。心里乱七八糟的时候，就不要做事，不要做决定，好好的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先找一件能让自己开心的事，把你的能量频率调整。你听过磨刀不误砍柴工的故事吧？说的是两个樵夫上山去砍柴，一个叫阿德，一个叫阿才。当天晚上，阿德想多砍一捆柴就能多一份收入，我明天可要起得更早。他早早的就睡了。阿才抓紧时间磨了磨刀，决定明天把磨刀石也带上。第二天，阿德先来到山上，一刻也不敢歇息，很快就砍了不少。阿才来得晚，但是刀很锋利，很快就追上了阿德。中午的时候，阿才停下来磨刀，他提议休息一会儿吧，先把斧头磨一磨，再继续砍也不迟。家中的孩子闹着要吃野山楂，我们也可顺便采些回去。阿德不想浪费时间，想趁着阿才休息的时候能多砍一捆。很快一天结束，阿德只砍了6捆柴，而阿才除了所砍的9捆柴，还采了一些哄孩子开心的野山楂。阿德不解，为什么我那么努力，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却没你砍得多呢？阿才说，砍柴除了技术和力气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手里的斧头。我经常磨刀，刀锋锋利，而你从来都不磨刀。虽然费的力气可能比我还多，但是斧头却越来越钝，砍的柴当然少。如果你不时常关注自己的心，关注自己的情绪，它们就会越来越钝。怎么可能一眼就看见财富密码呢？所以，你明明坐在金山上，却每天都在乞讨要饭，而且常常因为匮乏而痛哭流涕，精神抑郁，这就是无数人的真实写照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处处不如意，事事不顺心，
很有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匮乏感在因缘和合下造成的。接下来我会详细地告诉你什么是匮乏感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，匮乏感是如何破坏你的事业财富，危害你的人生幸福的，如何挣脱匮乏感的局限和束缚，人生从此柳暗花明，气象恢宏。可以毫不客气地说，匮乏感是人最大的精神毒瘤之一，是丰盛富足人生的最大信念卡点和思维障碍。如果你不重视它，不会管理它，它会扩散到你整个人生历程里，让你本来可以精彩绚丽的人生黯淡无光，早早死亡。我见过不少年纪轻轻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内心强烈的匮乏感，让他看起来像行尸走肉，一直困在低纬度的人生棋局里。什么叫匮乏感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认为你之所以活得不开心、不顺心，是因为你缺少某些东西导致的。匮乏者的心理标签公式是：因为我缺少什么什么，所以我无法怎样怎样。要是我不缺什么什么就好了。比如说我太穷了，我要是有很多钱就好了，就会变得很快乐了。比如说我能力太差，我要是有这个能力，我的收入就高了。再比如说，没有人理解我，我要是能够得到他的理解，就会有一个灵魂伴侣了。我欠缺一些机会，我要是有那些机会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。我没有贵人帮扶我，我要是有贵人帮扶我，肯定比现在好多了。我没那个条件，我家人要是也能给我提供那些条件就好了，等等。总之，匮乏感是一种让你觉得无能、无力、无助的感受、情绪、认知和念头。有缘人，你知道人这些内心精神活动的本质是什么吗？答案可能颠覆你的认知。其实，人的念头、情绪、欲望是一种物质，是一团携带能量、振频和信息倾向的基本粒子，而你情绪的好坏、欲望的大小，是这些基本粒子的能量和信息的主要成分。这些基本粒子一方面在你身体内扩散，一方面向你身体外扩散。如果这些基本粒子具有负面情绪和恶业欲望的属性，并且足够庞大，它们会改变你细胞的结构，从一个念头变成恶性肿瘤。这些基本粒子也会扩散出你的体外，吸引招感渲染相同属性的现实世界的人和物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明显、很有趣的现象，匮乏感强烈的人都是气虚体寒、手脚冰凉、容易疲劳的体质。他们的生活大多不顺心、不如意，容易起争执，倒霉事不断。那么匮乏感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其实它源自于你大脑这个器官。远古时期，人类生存环境非常恶劣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大脑判断为危险信号。这种自我保护特质一直进化保持到了今天。
因为大脑天生喜欢对一切东西进行分析、评判、贴标签，对你自己也是这样，也不放过。他对你进行一番分析、评判之后，会给你自己贴上没钱、没能力、没人爱、没机会、没贵人、没人帮助、没条件、没那个命的标签。大脑一旦给你贴上这些匮乏的标签，你就像孙悟空被施了紧箍咒一样，变得老实听话，被局限和束缚了。你是被大脑用匮乏感的标签构建的思维幻想所蒙蔽了、迷惑了，你再也看不到、找不回原本的你，真正的你了。其实，这个原本的你，真正的你，不仅什么都不缺，而且超级富足，具备惊人的力量、智慧、潜能、财富、快乐。它其实就是佛家让你追求的自信，儒家让你追求的圣心，道家让你追求的元神，王阳明让你追求的良知。匮乏感会产生强大的因果链，让你陷入各种生活困境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条因果链是这样的，由于你的匮乏感，你要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具备，无能为力，于是选择颓废躺平，人生活的暗淡无光；要么你会用力地向外抓取、索取，来填充弥补你的匮乏感。但通常情况下，你可以靠努力抓取到一点，而到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吃力，直到抓取不到。因为你能抓取到的都是你付出、奉献、给予、布施后你的福报银行产生的余额。可是由于你认为自己是很匮乏的，你不可能去慷慨地付出、奉献、给予、布施的。就像乞丐，他乞讨所求还来不及呢，是不可能反过来再给别人施舍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福报银行的余额不可能很多，你只能在低水平的人生棋局里徘徊。从根本上来说，你的事业财富、你的亲密关系、你的灵魂伴侣、你的能力智慧、你的商业机会、你的快乐幸福，是被你的匮乏感给制约了、束缚了、局限了。难道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本来什么都不缺，你本来可以把你具足的满腔的爱、能量、天赋、快乐、智慧分享出去、布施出去，从而得到众生回向给你的爱、财富，过一个丰盛富足、快乐圆满的人生。但却因为匮乏感被这个大脑思维制造的幻想给抹杀了。这是一个多么可悲、颠倒梦想的人生模式。你知道摆脱匮乏感的人，他们的生命有多么的气象恢宏，有如神助吗？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从零起步创业发家的故事。有一个穷小伙，大学里专业学的是农业机械，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。你知道他是怎么巧妙地破局成为年入100万的老板的吗？他喜欢摄影，
但是水平不高，于是他先设计一个周密的商业计划，用这个计划，用自己的真诚和分钱模式，说服一个摄影技术非常好的同学合伙成立了一个摄影工作室。接着开始实施他的商业计划，他到处参加各种股权培训班、商业模式培训班、企业管理培训班、国学培训班。这些培训班来的几乎都是老板们，是非常优质的潜在客户群体。他进群之后，把每个老板都加一下，给每个老板提供一次免费拍摄商业写真形象照的福利。他靠这一招跟很多老板成为朋友，收获大量老板客户们的复购和转介绍。短视频平台火了之后，他又抓住机会推出短视频代运营业务，同样的模式如法炮制，成为很多公司短视频外包运营服务商。公司越做越大，收入越来越高。假如他是一个内心匮乏的人，是不可能这么做的。你数一数他发家的过程中用了多少逆向思维的神操作。所以，请记住我下面的忠告，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模式，拯救你的灵魂。不管你正经历什么状况，你要清醒地认识到你本来什么都不缺，你超级富足，富足到可以让每一个你所链接的人都变得更好，富足到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。你之所以有匮乏感，是因为你被大脑制造的思维幻想和认知障碍困住了手脚，没有把你富足的东西奉献布施出去而已。只要你不颠倒梦想，不本末倒置，你会惊人的聪明、智慧、富足、有钱、圆满、幸福。匮乏感是人贫穷的终极根源。我从未见过一个内心真正富足丰盛，充满感恩和喜悦，长期奉献布施的人。他会为金钱所困扰，为摆脱贫穷而发愁。所以，你内心富足，你分享你的富足，你的生活就会富足，仅此而已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请在评论区自信地留言。金钱从四面八方流向我，让你的福报为你召唤更多美好的人、美好的事流向你的生活里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